他拿起挂在墙上的文物，通过掉在地上的钉子便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。男人名叫摩斯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。他远在英国的好友卷入到一场凶杀案中，特意打电话请求摩斯的帮助。负责这起案件的霍金斯接待了摩尔，并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劳伦斯报案说是家里遭遇了袭击，妻子在这场袭击中被劫匪开枪击杀。而雷斯在调查时发现这起案件比想象中复杂，其中存在诸多疑点，于是，在葬礼上拿着哑雷威胁劳伦斯说出事情真相。这件事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，直到现在雷斯躲起来都没有出现。但身为侦探的摩斯很快在一家酒吧内找到了雷斯，因为雷斯曾经亲口说过有5个隐秘地点，当自己走投无路时候，里面的现金和护照能够帮到自己。前4个已经被拿走了，剩下的就这一个。不管怎么说，雷斯还是很高兴好友能来这里帮忙。摩斯在整理证据时发现有几个可疑点。首先，案发当晚邻居听到枪声却没有找到枪，还有劳伦斯对牛奶过敏。他的妻子是个典型的素食主义，但是冰箱中却有1瓶牛奶。另一个可疑点是这个面具，它比其他几个面具位置都要低，这跟女主人被害前照片中的位置对不上。但雷斯曾经检查过面具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摩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必须要回到现场确认。他伪造了一份遗书，声称雷斯会回来报复，成功进入了房子里，并趁机推荐搭档华生检查下屋内的安保级别。劳伦斯边走边介绍每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，简直是最高级别的安保。当经过那面古董墙时，摩斯立马取下第3个面具。此时掉在地上的一枚钢针让他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。Excuse me。随后便匆匆和劳伦斯告别离开。摩斯说到，案发当晚邻居听到枪声是一把塑料手枪发出的，凶手在短时间内利用丙酮融化了手枪，就是冰箱中那瓶牛奶。手枪是通过3D 打印技术制作，只需要1枚钢钉就能触发。那枚钢针就藏在第3个面具后面，钉子上面有开枪过的痕迹。所有证据都表明杀人凶手是劳伦斯，但是凭借这些证据无法直接定罪。摩斯准备从制作手枪这条线索调查。他带着助理来到中央广场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板对着摄像头，剩下的就是慢慢等待提供线索的人出现。就这样过了4小时，一个男人将线索给到了华生。Congratulations, Watson. You just met Langdale Pike. 里面是一份3D 打印的供货订单，名单中一个叫尼克的在案发前1周购买过打印机，同时也是劳伦斯的杂物工。摩斯猜测很可能2人同。She's mine. 但是当2人来到尼克家里时，发现他早就遇害。劳伦斯为了消除后患，真是不惜一切代价。从伤口判断凶手是用左手，这和劳伦斯习惯用右手不一样。此时摩斯趴在地上寻找线索，最终他把目光放在面前的苹果上，因为苹果上面有个不起眼的针孔。摩斯咬开苹果，里面藏着一块打印机碎片。随后，摩斯带着警员冲到劳伦斯家里。当你向尼克开枪时，手枪发生了爆炸，所以用左手刺杀了尼克。你清理了现场所有痕迹，却忘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——苹果中的碎块。劳伦斯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最终承认了所有事情。